大家好，我叫王耀凡。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讲疯癫。我之前确实是一个法医，后来开了一家餐厅。大家不要担心，我们餐厅大部分食材都是通过正规途径采购来的。其中还有一小部分是我们的特色食材。其实是那个法式焗蜗牛里面那个大蜗牛。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蜗牛川菜，然后在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开了一家蜗牛主题餐厅，是不是很有创意？赔得老惨了。开餐厅真的太难了，管理员工就很头大，就是我们很多员工很年轻，顾客是不是上帝得看员工是什么心情。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会和顾客吵架的，所以我经常劝架。我去了之后就把顾客拉到旁边赔礼道歉，我说实在是对不起，你不要跟小孩子一般见识，那孩子这里不太正常。然后过来安慰我的员工，你不要跟那顾客一般见识，我发现他这里不太正常。你要知道我之前是法医，你得相信你老板的专业。那有的员工呢，他会在某天早上睡醒之后突然想明白一些道理，然后决定不上班了。劝都没有用啊！到最后我说这已经到点了，你不来上班，我们可能就要扣钱了。他说那扣就扣吧，我一个打工的，你除了扣钱还能把我怎么样？真的没办法，你们也这样想吗？真的，我作为老板，我觉得扣钱就算抓住了他们的命脉，结果人家根本没有卖。所以我在餐厅主要就做2件事情，要么在劝架，要么在顶岗。要么劝完架马上顶岗。那些顾客结账的时候会跟收银台小妹提建议，她说你们那个年纪大的服务员得加强培训。那服务员一看指的是我，赶紧跟顾客道歉啊，不好意思，你也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呀这里不太正常。其实这都小问题啊，也不至于我们餐厅亏。我刚才有一个细节没有介绍，就是当我们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部投入之后，准备大捞一笔的时候，刚好就是2019年底。不仅没人啊，我们的特色食材蜗牛没有过几天之后，就被网络平台单方面判定为野生动物，封杀屏蔽了。蜗牛2个字变成了星号。所以当时如果你点进我们的商户界面，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好评，但是你读不懂。哇，这家餐厅的星号真是太好吃了！我没想到星号可以做出如此美味。我要安利全世界的人来成都吃他们家的星号。但我之前那个法医同事啊，看到这些评论还来问我，他说老王，你们餐厅到底用的什么食材？我能不能也开一家？那段时间经常都是借钱发工资的，那小伙伴领了工资之后喜欢聚餐，火锅、烧烤、K 歌、洗脚，一起碰杯，发个朋友圈，附上文字“岁月静好”。那有的人喝得太高兴了，忘了屏蔽我，被我看到了，那我忍不住在下面回了一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负债前行。”过一会儿我就觉得不对啊，不能跟员工这样讲，马上跑去删评论，发现找不到了。果然还是把我屏蔽了。我们还给一些单位提供了一些团餐、会议餐，但是有的单位他结账，他要拖很长时间。我每次去要钱，他们说还在走流程，还跟我解释说让我不要着急，他们只是流程慢，毕竟他们体量大，他们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事实证明，他们流程确实很长，就是我们餐厅都倒闭了，他们还在走流程。那个欠我们饭钱的大单位，那个死骆驼。那成了压死我们这根稻草的最后一个骆驼。我们倒闭了嘛，最后退场就请了很多二手商贩来回收我们的设备，就拆空调、搬桌子啊这些，几十个人在餐厅忙活。那是我们餐厅开业以来最繁忙的一天。那我看着那个场景，我就感叹，我想起一个词“鲸落”，就是说大海里面那个大鲸鱼死了之后啊，它的尸体可以滋养成千上万的生物。啊，我当时觉得好悲壮呀。但马上又觉得不对，人家规模大的才配叫鲸落，我们这个规模那就好比路边一条流浪狗死在了绿化带，所以我们不配叫鲸落，只能叫狗带。
没办法。后来呢，我一个那个法医同事，听说我把设备卖了，他也觉得挺可惜的。这早知道把设备留给他了，他也想开餐厅了，他也有特色食材。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王耀凡，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我的工作。我是一个法医。对，大家平时应该很难见到法医，尤其是活着的时候。前2年有一个很火的话题，他问：假如你的老板掉进河里，你的专业能为他做什么？我的专业得等。等他被捞上来。大家对法医的印象可能都是来自于影视剧，那里面的法医一个个又高又帅，真的很过分。有时候我跟朋友介绍说我是个法医，朋友反应都是不像啊。做法医长那么帅没有用，你再帅，我们那里没有人睁开眼看你。不可能说外面来一个很帅的法医，里面就开始尖叫。这个法医好帅呀！我死了，我死了。不会。所以在我们那里，长相不重要关键是要有力气，因为得抬来抬去嘛。我刚做法医的时候，手脚很笨，抬到一半掉在地上，真的丢死人了。哎呀呀呀呀！哎呦我天哪！我当年学法医完全是个意外选导师的时候，有些很热门的导师我怕抢不上，于是我选了一个相对冷门的。导师听说有人选他也很激动，约我马上见面，但是见面地点在太平间。我就看着那一排大冰柜，心想我选的冷门导师该不会是冷柜专业吧？那一见面导师就告诉我，他说：小王，欢迎加入法医。我说：老师，您的简历上没有写法医。他说：对，之前写了没人来。我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继续来学法医？然后我导师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小王，别的专业各有各的好，但我们法医绝对不会有医患矛盾。我想对呀，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法医是不可能收到差评的。很多人一提到法医会联想到一些恐怖的情节一个人面对尸体其实一般不会因为涉及到一些证据的有效性，我们法医很多时候是不能单独面对尸体工作现场人很多，有拿刀解剖的，有拍照摄像的，还有新来的在旁边吐的。有朋友很好奇我们法医的收入就别的单位我不了解，在我们单位，我的收入方式是计件的。境界太地狱了。就这种薪酬制度，你要在别的行业可能很科学，但是在我们这里很难提高我的工作积极性。想加班是没有机会的，这个机会也不能自己去创造。真的很喜欢在台上讲段子很喜欢这里的氛围，这里活人多。阳气重。有时遇到冷场我也不怕因为我那边场子比这里冷多了。冷柜专业嘛。我反而担心的是大家过于热情有观众在后面喊笑死人了。那在我听来感觉又要加班了。非常感谢大家热情反应，我是法医王耀凡。大家好，我叫王耀凡。我之前是一个法医，但是我从来没去过案发现场都是别的法医打包带回来。我们在一起分析死亡原因这人死于脑梗，这人死于心梗，这人死于谐音梗。
分析死亡原因其实是相对简单的，就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很多案件最麻烦的环节是要找到死者的身份信息，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这3大哲学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技术问题。因为很多人他出门不带身份证，所以我经常提醒大家，就是你出门还是把身份证带上。万一临时出个差，不知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每一个小圈子里，学医的朋友一般都很受欢迎，因为他们有一些关系可以帮忙挂号。我就是个例外，就他们挂不上的号，我也挂不上。我有那些关系的科室呀，都不用挂号，他们也不想去。好在我这个专业在家里还能发挥一些作用，那一到节假日，我的爸妈都盼着我早一点回农村老家，回去杀鸡。他们觉得我杀起来更专业，找准要害，一刀毙命。也不光是我爸妈，这个我们家的鸡们可能也在盼着我早点回去，我来杀至少能给个痛快。有一次我回去晚了，我爸等不及了，自己动手去杀，一刀下去，鸡没死，跑了。满院子追，那场景简直是鸡在飞，我爸在跳。法医杀鸡真的很容易啊，就是但带娃就一言难尽的。在我家有那个人体器官模型，就塑料的，是给学生上课用的教具，但是我女儿把它当成了玩具，经常跟小朋友分享。那场景就很诡异，那几个小孩坐在一起啊，有人玩恐龙，有人玩奥特曼，有人玩肝脏，有人玩大肠，塑料的嘛。他还带去了幼儿园，幼儿园老师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家孩子带这个玩具也不是不行，但是能不能告诉他玩的时候不要把肠子掏出来？我说好的好的，老师我一定马上管教一下。我说你怎么回事呀？谁让你把肠子掏出来的？讲了多少遍了？应该先掏心脏。专业的法医应该先检查胸腔器官。有朋友就喜欢跟我探讨一些死亡的话题。他说老王啊，我抽烟这么厉害，我将来会不会得肺癌死掉？我马上安慰他，我说大家年纪轻轻的啊，你不要想以后的事情。你这么胖，应该会死于心脏病。那朋友听了觉得我有道理啊，他说那我要是活的时间长一点，想活得久一点，那我是不是应该先减肥再戒烟？那我就继续安慰他，我说那也不急啊，疾病的发展是有个过程的，不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失去信心，你完全有可能死于车祸。听到这里，大家不要太悲观，就是生命本来就是很脆弱的，尤其是在我们法医的眼里。毕竟那些强悍的生命，他也不会到我们法医来啊，所以最后祝大家一路强悍到底，啊，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然活着。谢谢大家，我是王一凡。嗨，朋友们啊，非常开心的大家演出，我叫于博，来自一个教育大省，山东，黑龙江。可以，鹏哥接着释放吧。老七讲什么辽宁抚顺东北小城市，我说他妈这不纯南方吗？当然，教育大省不是空穴来风。各位，我知道这2年互联网对黑龙江刻板印象很深，东北小孩抽烟喝酒打架混社会，往那一站就是松柏欲盖弥彰。黑龙江是全国最重视基础教育的地方，拥有全国最高的高中就读率。各位可能不知道，比北上广深高多了。我们家小城市60万人，7所高中，没有中专和技校，每个混混都有文凭。你去看每一个打你的人，都会三角函数。
你说学那玩意儿有啥用？我说看那香港电影《古惑仔》，我说这里边但凡有一个黑龙江人，一眼就发现了。那大哥说，给这个人给我扔海里淹死之后沉了。大哥不行，因为浮力公式 F 等于ρ略 G 为排，淹死就飘了。重视教育，读书改变命运这个观念刻在我们骨子里。从来不掩饰读书的目的，很直接，很夸张。我们当时高中班级直接到班级名字就叫清北班，清北班，太直接了。这和那是衡水中学不一样，人家不叫但能考上。我考不考上别说，我们就叫，先叫，先叫的人先享受清北。但这个名字太重了，老师第一天就会拿名字骂我们，往那一站，很刻薄。30个人，你们30个人在这个班级呀，就必须上清北，谁不上，谁是班级的失败者，是 loser。但那年清华北大纯裸考在黑龙江就招20人。最好情况，我班得含泪开那么10几个被迫上其他985的 loser。这种班级太吓人，为了清华北大布置各种各样标语，奔清北梦清北，整个班级布置的和那个清华北大主题乐园似的。每个人的成绩和分数线的折线图，给饮水机取名叫未名湖。在这儿学习，批卷不敢使劲儿，得清华。天天在乐园里边学习学懵了，说一会儿6点半有没有校长坐着花车游行啊？没有，这个名字很重，老师会拿这个名字骂我们，很多事儿干不了了，玩手机什么的。你们这几头烂蒜考清北，那清北学生会玩手机吗？啊？清北学生会谈恋爱吗？啊？那清北学生会说话吗？你也不知道是骂我们还是骂清北学生。往下边一坐，我都纳了闷了。我说他们到底会什么呀？这群不会玩手机的单身哑巴。高考那年确实失之交臂，没考上，因为自己会太多了，被迫在上海同济当了4年 loser 啊。哦，这个事儿不值得哦，因为说实话，这不是我想学的。但那种教育观念里，如果你没去到那2所最好的学校，很多人生你就不能选了。当时特别想去北京人大学社会学。我妈说社会学你上什么人大学啊？你上社会上学。听妈的，上海同济学计算机。我说那计算机为什么不在网吧里学？因为那种观念，小时候一直贯彻的叫必须好好学习，去大城市挣大钱。如果不好好学习，留在老家你就饿死。小时候深信不疑，直到自己真的来了上海，发现这事儿不对。因为我也可以好好学习，在大城市然后饿死。人只要想饿，在哪儿都能饿死。上海的消费更容易饿死。但说实话，刚考到上海那年，整个人还是沉浸在自己走出了那种小城市的幻境里边，觉得自己哎呀，哥们在上海打工干个3、5年就买房买车了，你们在老家什么东？直到今年过年回家参加了同学聚会，所有人除了我之外留在老家都买车，所有人在老家都是开车来的。同学聚会只有我一个人，零下30度走了2公里去的饭店。只有我一个人进饭店的时候，眼镜是上霜的。他们有车的人眼镜的霜拿雨刮器就刮掉了。
这就是我们观念的区别。因为来上海奋斗的城市，你会觉得大学刚毕业，23岁开什么车？23岁在上海就奋斗，就该坐地铁。23岁不坐地铁，什么时候坐地铁？对吗？车对我来说应该是那个我在上海打拼了很多年，奋斗、原始积累啊，最后中产了，追求车啊、房啊，那是我奋斗的奖励。车应该拿地铁里程换。但在老家不一样，老家什么奋斗的奖励，你只要活到一定年龄阶段，爸爸妈妈就会给你买房买车，不是奋斗的奖励，算签到奖励。在线时长够可以了。确实不理解为什么在老家的朋友能生活的让我羡慕那么多，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很多人没有解决自己独立生活的问题，爸爸妈妈就把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我羡慕至极。独立生活了吗？我说问一个哥们儿，我说哎，为什么买车？和你们在上海不一样，是在老家，钱花不出去。我说钱花不出去啊？你发点假币呀？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那一刻突然意识到，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那种完全的读书改变命运。再去考他们，没有人在乎了。问一个哥们儿，我说哎，交流电系统的发明者是谁？他说不知道，去你的吧！然后开着特斯拉就走了。讲到这儿，谢谢毛驴哥，拜拜。Hello。谢谢你们，我一定要把这腰背挺起来。我是南瓜，大家还记得我吗？对，我去年上了这个节目，希望被更多人认识我，现在都认不出我来了。我这半年减肥减了60多斤啊，减掉体重的1/3啊，变化比较大。你们时间长没见，觉得很惊讶，对吧？对。然后那种天天跟我在一起，在我身边的朋友，他不觉得我有什么变化，就像我的好朋友黑灯。他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也很奇怪，我这瘦了60多斤了，我这陕北口音是没有一点变化的。我现在很难被人认出来啊！前2天走在一个商场，走着走着，听到后面2个人说：“真的是南瓜，真的是南瓜。”哎，我还挺好奇的，我回头一看，2个人在玩刮刮乐呢。我为了减肥啊，销声匿迹3、4个月没有见人啊，再次出来的时候一下子瘦了这么多。朋友们都不觉得我判若两人，他们都以为我判了2年。我的减肥方法在网上学习啊，偷学一些明星的减肥食谱，他们吃的特别的少，而且还经常断碳水啊，还能去正常的演出表演啊。我也断碳水，我也去演出啊，我要在演出现场吹唢呐，我这吹着吹着这血糖上不来，差点把自己送葬了。啊，但还好是坚持下来了，终于坚持下来，也是瘦下来了。今年终于可以在节目上穿自己心仪的衣服了。我真的特别的激动啊！我去年上节目啊，就每一次看到别的选手穿的漂漂亮亮、光鲜亮丽的，我每一次都穿马甲。我去年录了6次，穿了6次的马甲，朋友都叫我马六甲。就别人穿马甲，人家是时尚好看，人家也穿。就我一个骑手穿马甲，太像来上班了。我进棚被保安难过好几次，说外卖不让进。去年总决赛我是到现场来当观众的，导演说可以随意穿搭，我很开心啊。我逛了很多商场、很多服装店去挑了，试了很多衣服，没有一件适合我。我当时我就让导购推荐一下，导购说先生你就适合那种运动户外宽松带拉链的那种。我说你想说马甲吗？我感觉我整个青春都是马甲，我很难过。我下决心，我不甘心，我第2季一定要减下来，我一定要穿自己心仪的衣服，不能再穿马甲了。但我发现，我不管我多么努力，直到今天，我始终摆脱不了马甲的命运，因为我有马甲线了。算了，这样，咱这是脱口秀，不是脱秀啊！算了，哎呀，
哎呀，不，这算了，这样会不会打马赛克呢？瘦下之后，你就感觉人就确实变化很大。我感觉我自己像重生了一把。我把自己的照片发在自媒体上，网友特别的，他是特别好，都夸我，夸得我特别激动。他们就叫什么南大，说南大什么青春南大学生，我热泪盈眶，我激动呀，因为我是中专学历。我没有上过大学，我上的技校，我考不上大学，我一直抬不起头。没想到现在减肥减出学历提升了。就是我现在是我们宝鸡铁路技校毕业的第一个南大。对的。虽然学信网上查不到，但是小某书上都是承认的。谢谢你们，谢谢姐妹们。但减肥也不全是好事情，前2天就挺难过的。有一个品牌找到我，他说他们是个电瓶车的品牌，说他们老总很喜欢我，要跟我合作，私信我，我也很开心很激动啊。但见面的时候他们反悔了，他说你是谁呀？南瓜呢？我说我是南瓜，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和节目上不一样，我们想合作的是那个黑黑的、胖胖的、土土的南瓜，你这样拒绝跟你合作。我也很难过，我人都傻了。我这半年天天挨饿，不好好吃饭，没想到换来的是没饭吃。但我也不后悔，为什么减了？因为我今年29岁了，再过几个月就要30岁了。回想到30岁之前全是那种肥胖油腻的形象，我本来可以习惯那种形象，直到有一天见到了10个晴天。他们就在我的面前跳舞，活力四射、青春洋溢的样子，我当时很难过。我说20多岁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呀！我不甘心，我一定要减。其实本来也没有那么努力啊。后来有观众叫南大，在一声声南大中迷失了自己，硬逼着、硬饿自己，一晚上大半夜饿得自己掉头发、胃溃疡、肠胃炎。我想喝奶茶，但是这个时候内心有个声音说：“南瓜坚持住，不能喝。”这个时候你要想象你到时候在舞台上那个美美的样子，我一次次的忍住了饥渴，这就是望美止渴吧。我朋友说，你也没必要这么忍着，你可以喝统一冲服无糖茶，真的好喝，一口冲服茶香倍儿足啊，喝了之后和南大一样冲服满面。真的，我终于坚持到现在了，终于在台上，就是现在我真的绷不住了。其实这回啊，我后台已经摆好了烧烤、炸鸡、汉堡、油泼面、biang biang面、刀削面。我一会下了台我就暴饮暴食，以后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以后呀，可能还会变回那个黑黑的、胖胖的南瓜。但不管怎么样，以后点开爱奇艺，看到2025年夏天那个青春洋溢的南瓜，我也就很满足了。谢谢大家。OK， 我真的想不到有一天南瓜这个颜值能搞上擦边啊！就是啊，姐妹们，你们叫他好帅，你们吃点好的吧。求去了。南瓜刚才自己说到自己可能为了减肥，就是少吃了很多饭吧。今年，我希望你少吃那些饭，我吃。我要吃饭，我要上桌的。开始今天正式的演出啊！大家好，我叫朱大强。好的，谢谢大家。我是一个就是比较容易生气、比较容易愤怒的人啊。我们女生生气多了的话，就会长很多的那种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各种嘛。我每次就是一生闷气，就开始长那种乳腺结节。我把这个气发出来呢，开始长甲状腺结节。哎，我就感觉我好像一气呵成2种结节。哇，有点太多了。我就感觉我每天这些结节，就是你们胸腔这里长不下的，开始长到嗓子眼这里去。这什么？节节高升。然后嗓子眼这里长不下的结节呢，又掉到下面去，节节败退。然后在我体检的时候，医生跟我讲啊，说是90%的女人都会长结节的。哇，我就感觉如果这么高的比率都拥有结节的话，它就不应该再是一种疾病了，它应该成为一种新型的器官，对吧？而且我觉得如果都是女生来长的话，我们以后这个新器官给它叫一种新名字，我们以后叫它妇女节。我觉得我爱生气吧，这个东西完全也怨不得我，是因为我感觉每天我生活中那种看不顺眼的人有点太多了。哇，有些人真的在公众场合边界感有点太差了。我有次在那种餐厅里面吃饭啊，我隔壁桌有个哥们在那里猛抽烟，
哇，抽烟抽到我感觉他要在我旁边那种原地升仙了，我就开始过去大声呵斥他，我说公众场合不可以抽烟的呀。哦，他自己还气上了，他开始那种恶狠狠地瞪着我，然后一边瞪我吧，一边有点想放点狠话，我感觉他有点咽不下那口气，也有点咽不下那口烟。然后他开始拿着那个烟恶狠狠地开始把那个烟攥灭在自己碗里的饭上，我有点看不懂，我说这是在用不吃碳水表达自己的愤怒吗？看不明白，我说有点太会愤怒了吧，感觉就是一种超弱的超熊，泰迪熊，还挺可爱的。哎，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想就是当狠人的话，他应该一边抽一边灭烟，一边把那个烟灭在自己的头上，对吧？啊，一边抽烟一边烫头的，看起来就那种超绝狠人。哎，我真的很看不惯那种在公众场合乱抽烟的人啊！我唯一能接受人在公众场合冒烟的情况呢，就是他火化。哎，然后有时候觉得吧，抽烟就是一种慢速火化，主要是对抽烟人的身体不好，二手烟也不好。他火化，我陪葬。不喜欢，我就把所有在公众场合乱抽烟的人呢，我在背后亲切地把他们称呼为烟人。哎呀，我好恨烟人啊，真的。哦，特别是那个烟人，有时候走路走在我的前面，你就感觉他一路走一路排放尾气。我说这种人为什么不去走那个机动车道呢？对吧？你要走路走在我前面的话，你最好是寿命上也走在我前面。哇，这种路上走的也能接受。我最讨厌的是那种密闭空间内抽烟的那种啊！我有一次打上一个出租车啊，哇，那个司机在里面猛猛抽烟，我在后面很生气，我说烦死了，我说你一直抽什么烟呀？他说我抽软中华呀。谁问你了？我问了，就是哇，然后很烦，我就开始用各种借口跟他沟通嘛。后来发现各种借口都不管用，直到后面跟他讲，我说我怀孕了，闻不了烟味，然后他才把那个烟吸掉。哎，我就感觉好像我怀了个人的时候，我才能被当个人尊重，我就感觉很悲凉。但是我后面就发现吧，我这个人，我感觉我也是那种母凭子贵了。我现在是一个熹贵妃，每天到处吸一些二手烟。母凭子贵。而且现在吧，我有时候会发现，就是怀孕对于劝阻抽烟来说，这个借口还蛮好用的。所以我现在就是那种随时随地乱怀孕。哎呀，我一出门就怀孕，一出门就怀孕，这个世界太危险了。我真的很讨厌，我觉得公众场合很多人都是那种完全不顾别人，只做自己的。我不知道大家有在地铁上见过那种有些那种男生吗？就是他一坐下就会把那个腿弹开。哇，真的很烦啊！就那种螃蟹男孩，那个左腿永远碰不到他的右腿。我不知道两腿之间空那么大的位置用来干什么呢？可能是用来存放自己虚无的男子气概吧。不理解，不理解。但有时候这种大男人坐姿真的会影响到我的，因为我有一天坐地铁哈，我旁边那个男士也是一坐下就把那个腿弹开了，而且他那个腿越弹越开，越弹越开，他有点太放得开了。哇，我就感觉他那个腿在和那个车一起开，往城市的边缘开。哇，然后他搞得我坐的位置开始越来越狭小，越来越狭小嘛。我就想提醒一下他，我就开始翘二郎腿，我就翘一下踢他一脚，翘一下踢他一脚。哇，我真的每一脚都踢得巧妙又刻意。甚至吧，为了能够多踢他两脚，我还陪他多坐几个站。然后最后我跟他一起是同站下车的，我跟他一起下车的时候，他在那里问我，他说那个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呀？我说啊，还真有意思。哎，弄巧成拙，自找苦吃。他还在那里问我，他说那个要不我们加个微信，没准我俩挺合得来的。合得来个啥呀？他自己两个腿都合不来。而且我真的感觉他自己两条腿已经构成了一种开放式关系了，太 open 了。不是很想加入，我也不喜欢这种随时随地会劈腿的男的。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异地恋，以后见他的另一条腿还得去隔壁车厢。不喜欢。而且还有一些那种，我觉得他们都不是把那种公众场合当自己家客厅随便坐了，是把公众场合当自己家厕所，随地小便。
就那种深夜街头啊，什么街道那种路灯，然后行道树都是他们的什么小众打卡点。他每天在那里随时随地标记自己的生活。我有时候觉得吧，如果他有个柱子就可以的话，我们不如以后就把那种男厕里面那种一排小便池，我们就换成一个小柱子，对吧？啊，俗话说得好，8个好汉一个庄嘛。够了，就他们够用了。然后我们就把那种省出来的空间全部拿去盖女厕。这样以后我们上女厕也不用每天在排队了，然后看着空空荡荡的男厕，啊，以后大家都方便了。或者说感觉吧，就其实那种随地小便，从古至今都是会受惩罚的。你们知道那个孙悟空就是因为尿在如来手上，对吧？一开始我感觉他大闹天宫完，如来本来想着要不关他15天算了，后面怎么抬手一看，怎么他上厕所，我洗手呀？哇，好脏呀！反手就是一个镇压，对吧？我觉得这种镇压力度还是不够啊，现在还是老能看到。我以前在那种酒吧门口看到2个男的喝多了，那个酒吧门口有个大柳树，2个男的出来就开始对着那个柳树开始滋了。我路过以后在那里很生气，我说你们2个干什么？其中有一个就喝大了，但是他很有礼貌，他开始跟我道歉，他说不好意思，然后说着不好意思，他就转过来了。我说收起来呀。哎，然后之前讲完这个随地小便的段子啊，有一个观众姐妹特别可爱，她有天在那个微博上给我发私信，她说大强，你讲这个段子我太有共鸣了，我今天也遇到一个男的随地小便，然后啪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我有点看懵了，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个姐妹是距离多近去拍的那张照片啊，因为她那个照片刚发给我，我点开就变成灰色消失了。姐妹勇啊！我就希望这种现象也跟那个网上一样吧，生活中也可以尽快变成灰色消失。哎，谢谢大家，我是朱大强，讲到这里。好，同学们上课了啊！我呢是一个高中的班主任，给大家稍微公布一下我的教龄啊。好，从9月1号到现在，咱们也是教了1个学期了。哎，我整个人长得就特别不像一个新的老师，整个人湿气特别重。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身边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了，就去考一张教资。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了，我一照镜子，哎，就差一张教资了。很多新的老师，他们的身份呢，从学生转到老师，特别不适应，觉得自己讲话太客气了，镇不住学生。在我这儿从来没有这个问题。我的室友呢，他也是一个新的老师，他特别紧张，因为他长得比较稚嫩。他开学之前呢，就在网上一直在搜新教师攻略。他甚至还去搜了新教师发火逐字稿。我说你现在不光身上有学生气，每天还要上网学生气。而他上网找了很多老师的这种经典语录，他找了以后呢，不管不顾，直接往班里边就带，一进去就你们就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哎，我说有没有可能他们是你带的唯一的一届呢？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整那些没有用的，浪费时间。我告诉你我怎么做的，我开学第1天一进班，什么都没说，我就抱着手在讲台上站了2分钟，我就看，一直看。看到后来我们班最后一排一个男生那纸突然掉地上了，我轻轻说了4个字：下不为例啊。哎，就那一瞬间，我看到我们班小孩的表情，我就知道，老娘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我后来感觉啊，当了半年老师以后，为人师表的表在我这儿大概是表面的表。说实话，现在教学水平有点配不上我的长相了。哎，我们班小孩老跟我说，老师这个不会那不会，在班里边特别紧张。我说你们紧张什么？我跟你们一样紧张。很多知识点，老师就比你们早知道1天而已。有很多很有经验的老师，生怕自己讲太慢了，考试之前讲不完。我生怕自己讲太快了，因为真的多1分钟我都没有了。我现在最讨厌就那种提前预习的小孩儿，非要问我下一个单元的问题，我讲什么你就听什么，哪儿那么多问题呀？
你一个人这样超前1分钟，40个人超前40分钟。这节课上自习吧，根本就上不了这课。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个老师的小秘诀啊，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遇到任何事情咱们不要慌，千万不能让学生看到你脆弱的一面。哎，有一次我上课上到一半，我们班小孩直接指出，老师你这 PPT 里面好像写错了。哎，我面不改色心不跳，我说啊是吗？只有他一个人看出来了吗？老师觉得很失望，很失望。一定要稳住，一定要稳住。而且你自己立了一些规矩以后呢，自己就不能再犯了。我上个月跟我们班小孩说，不要把你那奶茶往班里带。那我奶茶现在怎么办呢？我现在每天都灌到保温杯里边就进班了。我们班小孩一看我，我也很心虚，我直接就上课突然喝一口，珍珠进嘴了，嚼不嚼呢？哎，我经过我们班小孩听他们在那议论我，我听得特别清楚。他们说现在老师是不是压力有点太大了？怎么老在这生嚼茶叶呢？但我上了几个月的班以后呢，我发现我整个人湿气有点侵体了，整个人这个行为方式跟思考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了。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就是《哈利波特》，我觉得哈利波特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最自由的人。但是现在哈利波特重映了，我又去看，我坐在观众席，我脑子里就一个想法：谁要当他班主任，真倒了8辈子大血霉了。我从电影院一出来，我给我同事打电话骂了半个小时。我说他想干什么呀？啊，整天逃课打老师，真当自己是小英雄呢。为什么当时我那么生气？我说真的，有点共情斯内普了。哎，你别看斯内普长那样，没准叫铃就2年。我现在除了想法，我行为上也有很大的这个变化。有一次我在剧场演出，演到一半，坐第1排那女生手机突然响，你别害怕啊。手机突然响了，我都不是被她那个手机铃声打断，我忘词儿了，我上去就，差点把人手机当场给没收了。还有刚刚气氛组，就是拍灯之前没有举手。夸过我，夸过我。而且我现在去过的演出，我演完了以后，那场子热不热、好不好笑，咱不知道，但一般秩序都非常好。甚至还有演员朋友就跑过来跟我说：“哎，多少老师，您在讲，就我们在讲的时候，您能不能不要在后台那扒着门缝看我们？我们很紧张。”我说：“你讲那么差，我看一眼怎么了？这么不幽默，下不为例啊！”我今天其实跟大家讲这么多呢，还是想跟大家说，就是老师呢也是活人，就我们下了课以后呢，也是会讲讲开放麦呀、喝喝奶茶什么的。所以呢，如果有我的学生在看我的这个演出呢，我还是想跟你们说一声：作业写完了吗？看什么呀？我今天先讲这么多吧，因为多1分钟老师也没有了。谢谢大家，我是墩儿。